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也是成功击败了奉天和日本。在这一集里面，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。中国重新统一，但代价不菲。从军阀时代开始，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我们不久前将其他势力尽数击垮，外敌威胁越是减弱，党内的团结就越是残破。同时，人民对军事管制感到厌烦，这种管理变化无常，全国各地的训政和军管程度并不一致。当然，群众对中国再度一统心存感激，但他们也表示了不愿在未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再做牺牲。要求我们再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呼声不断，这一次的大会代表应该来自全国各地。随着我们击败了日本，我们在日本成立了新政府。现在随着日本新政府的最后一个部门职权敲定，日本皇室的未来摆到了台面上。考虑到我们已经在日本成立了人民共和国，那在共和国里面当皇帝确实不太好啊，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全国骚乱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的军队会控制好一切的。在武汉汉口有一个大清国于1895年为换取德国支持对抗日本建立的德国租界，中国领土内的国际租界。这项可怕的制度一直毒害着中国，而这块土地更是中国百年国耻的象征。然而出于国际谴责的担忧，国民党并没有在第二次北伐期间开进城市。政府决定暂时尊重列强的拥有权，并等待一个更理想的谈判时机。然而对许多士兵和学生来说，这么做不可接受。在煽风点火下，一个大队开进了汉口租界，并针对德国租界采取了行动，以报复他们在第一次北伐中的所作所为。当地暴民迅速加入了这支队伍，他们在暴乱中打碎窗户，烧毁外国建筑。更让媒体大吃一惊的是，在欧洲各国的旗帜被拆下和烧毁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。舆论中充斥着对此次事件的激烈讨论，很多人对这些暴徒感到心惊胆战，而其他人则因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妒忌。不论事实如何，上下的模仿者正摩拳擦掌，国家正对他们严阵以待。而汪精卫本人对此一直三缄其口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大型城市，特别是港口附近爆发骚乱，中国再次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。令人不安的反租界暴力充斥着广播电台，这加重了警察的工作负担。同时，事态也因为安全部队的广泛参与而变得更糟。随着暴力蔓延，暴徒开始按派系分化。社会主义暴徒加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压迫者的运动，民族主义者将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团都当作了外国帝国主义者，许多人都指控对方是外国傀儡。由于局势开始失控，军队终于下场，部署到各地恢复秩序。在宵禁实施并且纪律严明的部队就位之后，动乱终于画上句号。但在此之前，一位第三国际代表团军官被发现死亡。国民革命正变得四分五裂，在数天的骚乱过后，伤亡人数不计其数，但伤势最重的当属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团。虽然大部分代表团成员安然无恙，但他们的总部在骚乱中遭到了洗劫和突袭。中国警察部队显然抛弃了这栋建筑，在撤离过程中有3人受伤，1人丧生。不幸遇难的是一位法国人。代表团团长对此非常气愤，他认为这是对他部下的蓄意谋杀。他愤怒地指责他口中那支由右派组成的前印部队，他认为这些部队是反政府阴谋的幕后黑手。他甚至声称有目击证人愿意证明那些人确实是暴徒。我国政府则立即出言辩护，他们愤怒地声称这名法国将军所声称的事情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。在这名法国人被护送离开会场后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立刻爆发了激烈的唇枪舌剑。事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。此时此刻，一份被称为8月指示的文件正在各大城市的新闻报纸上疯传。文件中有一份来自巴黎的电报，这份电报列出了一系列的要求，并在适当的时刻被提交给了汪精卫。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他巩固权力和维持来自第三国际的支持。我们很快就追查到，最早的一份泄密和第三国际可能有关系。这个泄密的时间点非常可疑，一些涉事军官谴责了这些伪造内容，指出自己一直与国民革命同在，并表示如果我们对我军军官进行不公平的调查，许多军官就将辞职抗议。然而，如果第三国际军事代表团被驱逐的话，他们的军官也会辞职以声援他们。最终，我们决定立即驱逐第三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团。不管怎么样，第3次归政大会终于在首都南京正式召开。然而，这次的布置与以往大会有所不同。
一幅巨大的汪精卫肖像被放在了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右边，此举被其他成员怒目而视。随后，汪精卫发表了讲话，但大会只响起了礼仪性的掌声，而其他成员则无动于衷。不祥的开端。汪精卫大步流星地迈上讲台，一开口便将矛头对准反动派。他知道他的政敌正图谋不轨，并准备好进行最后一搏。他站在数千名同志面前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雄辩的演讲。然而，尽管他是名老道的政治家，但当他环顾四周时，仍然难免惊恐。许多代表的眼中满眼都是对他的反感。他明白自己的主席任期到头了，他现在只能优雅退场，保住最后的一点尊严。会场一片震惊，安静地等待着继任者宋庆龄被提名，并毫无争议地获胜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宣布自己就任国民政府主席。中国迎来了一位新的领导者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南京一直被恐怖阴森的气氛笼罩着。汪精卫回到了他的私人住所，从此了无音信。坊间传闻，这位前主席陷入了抑郁之中。然而，他的盟友们并不像他一样，行政院收到了一系列的辞呈，由前政府任命的官员们集体辞职。官僚机构因而瘫痪，在军队和官僚体系中，文官们公开无视新政府的指示，军官们公然违抗军令，许多激进分子也准备开始罢工，局面已经白热化了。第三次归政大会的闭幕，似乎并不代表着政府内部矛盾的终结，这可不在计划中。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悲报，一支巡逻小队找到了军政部长的遗体，他被极端分子绑架杀害，政局动荡已经持续2周有余。他的死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一定要出重拳。跟这样的家伙在一起，怎么能处理得好国政呢？华东5省的驻军报告发生了严重的兵变，各部门都收到了互相冲突的命令。一部分人要求我们履行承诺，不能再像汪精卫那样搞独裁，要听取大家意见，达成共识再行动，不能搞一言堂。另一方面，军方要求我们迅速行动，表示内战将至，必须要做决断了。启用紧急权力，这场公审无可避免地被严重政治化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在数千人因叛乱而丧生的情况下，必须有人承担责任，但对其他人而言，就为他们减刑吧。宋庆龄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机，行动起来，将党内萌生独裁倾向的汪精卫赶下台。他已经建立了新政府，而正所谓夺权不易，执政更难，凭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走到今天的。所谓关系，就是革命英雄和亲密同志之间的忠诚和革命的体系，构建起精密的人际关系网络。值此危急关头，有些人天生就掌握革命所需要的技能。在福建训练过的民兵一直都是国民革命的顶梁柱，现在正是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。本届政府的职责是领导地方自治，保证民众免受激进主义诱惑，并将民众从常年的不稳定和政府腐败中解放出来。我们将会采取措施，将党塑造成中国社会最终民主化的一个机关组织。政府会坚持执行先总理提出的土地改革模式，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一并交给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民，同时还要明确成立乡村协会，以保护农民利益。长期以来，中华民族屈膝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，当我们团结起来引领民众，中华文明就将再次伟大。好的，那么到了1942年11月11日，我们终于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。我们南方的邻居印度内战刚刚结束，考虑到我们和他们有领土纠纷，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在他们恢复实力之前把他们彻底打垮，否则我们未来可能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麻烦。那么我们这场仗打的究竟会怎么样呢？就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好的，那么到了1943年5月18日，我们对印度的战争正式取得了胜利。但我们也不能忘记，邻国俄罗斯现在由反动派执政。这个事实提醒我们，帝国主义威胁不仅来自西方，也来自北方。我国对蒙古拥有宣称，俄罗斯对此地也垂涎已久。此外，我们也不能忘记外东北曾经是大中华的一部分。要想保卫边境，也许应该对俄国巨熊发动奇袭，给他们狠狠一击。准备随时对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，不过那就是下一集的事情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